哇，实在是太想吃香椿了。虽然这些芽点还没有都长大，但是已经等不及了。够不着，但是先拿剪刀把它剪下来，我再慢慢的往下弄。看看顶上这红红的还不错，这些应该是最鲜嫩的时候，我再多剪一点。这香椿树实在是太能长了，长得太高了。去年剪过一次，很快就够不着了，把这个大家伙也给它剪下来。哇，对，有的好像还太小，等过2天再剪。其实现在4月底，马上就5月份了，按理说应该早就能吃上香椿了，可是我这儿还是倒春寒倒得比较厉害。其实每年都这样，早先的时候香椿先发过一次芽，然后被冻死了，接着又发一次芽，又被冻死了。现在已经是第3次了，第3次发芽，这以后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应该是能慢慢的开始长很多的香椿芽，收获很多香椿了。我再换另外一棵树剪，我一共种了4棵香椿树，所以香椿的量还是相当大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基本上能够香椿100%自由了。不过也就这段时间，4月底还有5月份，后边天暖和了就不行了，很快就老了。不过香椿这东西并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吃，可能只有北方很少的人吃吧。另外就是它里边亚硝酸盐含量还挺多的，所以也不能多吃，就是吃一点儿。而且吃的时候最好给它焯水焯一遍。再来下一棵，这棵上面长得比较小，我看只有一个差不多合适的，试试把它剪下来。这个吧，哎呀，剩下这些都太小了，过几天吧。再看看最后这棵。这上面有一个特别高的中心主干，这个剪下去，哎呀，这个再剪下来，哎呀，这些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应该足够吃了。这棵香椿树中间还被鸟搭了一个鸟窝，鸟可真会选位置呀！稍微的伸过去看一看，不知道里边有没有鸟蛋。看看上面这些嫩芽，过几天就能长得特别粗壮，就能吃了。这些每一个都是。这香椿树下边周围的地上也是长了好多，都是从这棵香椿串根串出来的。其实这些香椿挖出来挖走就可以又种成一棵香椿树了。这边还有2棵串根串出来的，都已经长到我树眉的这个地方了。目测一下距离，看看这2棵香椿树和远处的那一棵有多远。说明根已经长到这个地方了。其实种香椿树还是得小心一些，因为串根串的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到处长。最好就是割草的时候给它割掉，慢慢给它摘下来。这种还有点小，要是再长几天就好了。这棵长得还不错。这些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，长得大小正合适，也比较嫩。太小和太大都不行。像这种再长几天就能长得比较粗壮了。不过一般都是顶端的这些芽点比较嫩、比较红，红的这些比较好吃，绿的就不太好吃。所以像刚才我把它从上边给剪掉，剪掉的部分从剪掉的那个地方再长出的芽，一般就是比较粗壮，都是这种红彤彤的，又粗又嫩的。好，都收完了，就这么多了，还不错，应该是足够吃了。一会儿等丽丽回来，看看她想怎么做吧，是炸香椿鱼啊，还是香椿摊鸡蛋，还是凉拌香椿呢？拿着回去了，准备吃晚饭。今年还真是冷，4月份倒春寒也是特别厉害。看看这棵桑葚树，一样都是被冻的。本来已经发芽了，而且很多上面都已经长出桑葚来了，不过被冻了几次，看看都已经是黑掉了。叶子还有果实，看这些果实，然后叶子的尖儿，
还有黑掉的部分。其实每年春天倒春寒的时候，这些果树的损失都挺大的。不光是香椿会被冻2次，像这种桑葚会被冻，然后像我的杏树，因为杏一般开花也比较早，很容易就被冻掉了。一旦被冻掉，基本上就颗粒无收了。其实很多时候，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，春天的时候倒春寒呀，还有像前几年发生的17年蝉这种灾害，很多农场果园也都是损失特别大的。其实搞农业这些种菜呀、种果树啊，要是遇到不好的天气、自然灾害，那这损失真是太大了。尤其是那些大面积种植的，真是不容易啊！看看今天有多少鸡蛋，哇哦！好多鸡蛋呀，完全拿不回去了，我得回去找个筐。这边还有1个鸡蛋，2个鸭蛋，这应该是2天的蛋。哇，这么多鸡蛋！最近老下雨，鸡蛋还是有点脏的。这样的话，回去肯定是先来一个香椿摊鸡蛋吧。本来是拿上香椿鸡蛋准备回去休息了，突然发现这2棵山楂树又是被蚂蚁搬上了好多的蚜虫。我再调点苦楝油，还有肥皂水，得给它喷一喷了，不然的话用不了2天，这些叶子就完蛋了。看看这些蚂蚁，然后看看背面，已经这么多蚜虫了。另外的这一棵更严重一点，看看这叶子都卷起来了，像这种卷起来的，中间全是，看看，太可怕了。还有这些顶端的，看，这要是有密集恐惧症的都受不了啊！这下真要回去了，不能在菜园里边溜达了。如果继续溜达下去，都没时间吃饭了，到处都是活，看到哪儿都会有事儿的。